塔斯马尼亚，一个充满壮丽自然景观与丰富历史的地方。哦，这边。这次的旅程，我们将从拥有深厚历史故事的亚瑟港出发，一路前往到世界闻名的酒杯湾，最后在宁静的科尔斯湾享受美好的晚餐时光。让我们一起探索这片迷人的土地，看看它的独特魅力。这是大胃王比赛吗？超大分量。Good day, May， 我是 Cecil。Hi， 我是 Josh。我们现在在澳洲的塔斯马尼亚，那我们现在领到了车，我们打算要从 Hobart 一路开到有一个城市叫 Launceston， 它在北边，从南到北。对，那带大家来看我们在塔斯马尼亚的旅行吧。我觉得这边租车很有趣，就是因为像之前在日本租车啊，那在取车前，这个员工都会带你看车子一圈，去记有没有什么损伤的地方。但是这边租车就是直接柜台钥匙给你，然后我们就自己到停车场领车了。然后他说你就自己拍一拍，先到时候还车的时候可以对有没有新的损伤就好了。我觉得澳洲真的就是非常的去。在塔斯马尼亚自驾是一种无比惬意的享受，沿途随时都能看到令人惊艳的自然景色。无论是蜿蜒山路还是沿海公路，开车的每一刻都充满乐趣，值得细细品味。真的没办法，他们游，然后一直往后。遇到一群逆流而上励志的鸟，这风真的很强。这一群鸬鹚没有办法往前游，因为水流一直太强了。下去。我们现在在亚瑟港现在在参加一个闹鬼行动嘛，赏鬼行动，就 Ghost Tour， 但是现在大白天的，根本就像一个饭后的散步一样。鬼应该都还没有出来吧？我觉得我是鬼的话。亚瑟港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罪犯流放地，有特别的 Ghost Tour 鬼故事导览。我们听着导览员娓娓道来这里曾经发生的灵异故事。沉重的过去与宁静交织，让整趟旅程充满想象空间。只是，天色似乎有点太亮了，感觉幽灵们可能还没起床。尽管如此，穿梭在历史遗迹间，听着那些过去的骇人传闻，还是让人不禁起了点鸡皮疙瘩。结束了白天的行程，晚餐时间当然要好好犒赏自己。我们在餐厅想说要点可乐来喝，但是他说他们只有卖一杯或者是一整罐jar， 然后我们选了 jar， 结果是这么大杯，大概可以一个人可以喝5杯吧。这个是大胃王比赛吗？超大分量。对，天哪，30分钟之内要吃完，我觉得你没有问题。再跟你分享，开动了。我们选择了著名的海鲜拼盘，新鲜的牡蛎，丰富的生猛海鲜，每一口都带着浓浓的海洋风味。尤其是牡蛎，鲜甜滑嫩，让人忍不住一颗接一颗，绝对是令人满足的一餐啊！澳洲这边还蛮常见这种一条沟的小便的地方，很像我以前小学的学校的厕所。塔斯马尼亚开车可能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，就是它的路有些地方其实没有那么宽，而且可能没有柏油。但是呢，在不宽的路上，速限可能还是可以到100，而当地人真的会开得这么快，所以开车其实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压力。Hey Josh, where are we going now? We're going to the Margaret Bay， 酒杯湾。对，这个是你来塔斯马尼亚，然后夏天不来会很可惜的一个地方。像现在天气就很好，然后它是可以整个看一整片，很像酒杯形状的海湾，弧形的一个海湾，然后是非常的纯净的。然后重点是它这边的石头，我觉得还蛮壮观，它那些岩石之类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来到塔斯马尼亚，绝对不能错过世界级的自然美景——酒杯湾。这座海湾因其弯月形的纯白沙滩和清澈湛蓝的海水，被誉为全球最美的海滩之一。就它这边还看起来是蛮多那个健行的步道可以选择，还有就是骑单车的，对，就是整个，这是不是整个那个
哦，这个太多了，这个真的太多了。就是我们目前来说，就是直接走这一条，就直接到那个九杯湾的那个展望台那边。就一般正常来说，只要这边就好，就而已。然后我上一次来的时候，我是从这边，然后是走这一条绕一圈这样子。对啊，今天我们行程应该是可以走一圈的吧？如果不行的话，就爬。感受到我的杀意，发挥求生本能的 Josh。往九杯湾的瞭望台就是慢慢往上爬，有点像是在爬一座小山的感觉，而且来回大概要1-2个小时，所以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。这边是 Coast Bay， 另外一面的海湾也很漂亮。九杯湾位于菲辛纳国家公园，这座国家公园成立于1916年，是塔斯马尼亚最早的国家公园之一，拥有丰富的动植物生态。好，我们现在接近九杯湾了 ，White Glass Bay Beach。1分钟到Lookout，耶！这里是不能用空拍机的，这个大家要注意，不然会被罚钱。塔斯马尼亚其实蛮多地方，尤其是国家公园的区域是不可以用空拍机的，所以要用之前最好要先在网络查一下哪些区域是没有限制。前面就是九杯湾了，哇，海水的蓝色，好特别。这边就是有几层的展望台，都是一个小步道，有点像空中步道的感觉。那后面就可以看到九杯湾。今天天气云比较多，然后可以看到一点点蓝天，还好没有下雨。好吧，轻轻松松就爬上来了。对啊。其实这边只是九杯的另外一边，它其实跟着完整的。这样才变像九杯，它其实我们接着要往海滩的方向走，不过有一段距离。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就是一种蛮神奇的感觉，因为这个地方那时候做功课也是看了好一阵子，现在自己身在这个地方，对，身临其境，已经接近海滩了。前面就是 White Glass Beach。风蛮大的，但是水很漂亮。我要这边介绍一下，目前为止就有塔斯马尼亚看到，看那边那个岩石，它是红色的，那个是上面有一些藻类苔藓。然后它这个地方的在更北边有一个叫 Bay of Fire， 就是它那边的海滩全部都是石头，它都是这种红色，所以他们就是说是这个是旁边湾。这里的沙颗粒其实没有到很细，就是比较粗颗粒的沙子。我们决定要来一个大圆圈，因为西手不想要爬上。对，我想说，绕一大圈好像比较不用往上爬，但是它8公里啦，对啦，对，然后但是是可以看绕一圈这一带的海湾的风景。所以我们决定要走 Hazard Beach 的路线。对，不知道有多危险。这次我们选择挑战官方推荐的 Hazard Circuit， 这条环状健行路线全长约11公里，需时约5到6小时。沿途经过陡峭的花岗岩地形，在阳光映照下会呈现出迷人的暖色调。虽然路程长，但俯瞰整片海湾时，那种辽阔与宁静令人难以忘怀。哦，这边另外一种风情。我觉得 Hazard Beach 比那个刚刚那个 White Glass Beach 更安静，对，就是而且海水颜色不一样，但是都很美。那这里风也比刚刚那边小，在这里散步很悠闲，而且这边的沙是细的，刚刚 White Glass Beach 是粗的沙，对，所以是不一样的海滩。对，蛮推荐。如果说来这边的话，可以走一圈。你看澳洲真的厉害的海滩超多，这个我觉得算蛮厉害的。啊，我们终于回到岔路了。天哪，没有想到我会走完这一条路。哦，还蛮累的，但是我觉得有看到 Hazard Beach 的美景是蛮值得的。但是后面我只想赶快走完这一段。
然后后面其实也就是那样，对，其实是一直可以看到 Coast Bay 的那个海景，但是后面已经没有心情欣赏，只想走完。好 OK。我们在 Coast Bay 的住宿是 Airbnb， 然后这个 Airbnb 超酷，是它的门是直接就没有锁，就请我们到了就直接开门进来，然后它的钥匙就放在桌上，直接让我们使用，证明了塔斯马尼亚没有小偷。结束了一整天的践行，来到科尔斯湾享用晚餐，感觉格外放松。这里的小镇气氛宁静悠闲，我们点了一顿丰盛的料理，以及晚餐后的冰淇淋，享受着海湾美景。旅行的美好，往往就在这样的平凡时刻中悄然浮现。离开塔斯马尼亚东部，下一部影片我们将前往北塔斯马尼亚，探索更多美丽的自然景观与迷人的小镇，千万不要错过哦！